执行任务这400个战士给我精挑细选，思想合格，纪律过硬，因为一个战士暴露，其他全完。 Front reconnaissance 391 front line. Reload! Reload! Fire! Fire! “为何你方3次交代的战俘名单前后不统一？” We strictly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voluntary repatriation. The reason these lists are inconsistent is that many of your troops refuse to repatriate back to your communist countries. 据我们掌握的材料，1952年5月7日，巨济岛第76号战俘营发生暴乱，随后在5月10日发布的科尔森答复，明确地承认了发生在你方战俘营内联合国军士兵杀害战俘的流血事件。这难道就是你们所说的自愿？ This is because General Colson was trying to help General Dodd save face. Washington vigorously refused to recognize the report's impartiality. According to my knowledge, there was never mention of torture in the letters written by the POWs. 你方流出的所谓战俘的家书中有庆祝圣诞的字，可是我们中国人根本不过圣诞节，而且经过我们的调查，有4张卡片的字迹出自同一支笔。Since we don't even have a basic amount of trust, then there's nothing much left to talk about. I propose we indefinitely delay these negotiations and let our cannons and bombs do the negotiations. 既然我们没有基本的信任，那就没有必要再多说了。我决定无限期休会，让大炮和炸弹去辩论吧。李部长，美方一直在战俘这问题上纠缠。我想去趟巨济岛，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美方恐怕是不会答应。那我就用别的方式去。我向您申请展开行动。李部长，虽然谈判还在继续，
但是很难谈出什么结果来了。您就让我去吧。既然你已经坐不住了，那你就到前线去看一看。是。好吧，这次行动可以就叫一线。我们想了解一下段显锋在15军的表现。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你们是想对段显锋做一次内部审查。是的，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过来是要了解情况。我配合你们。段显锋在你们这儿的表现怎么样？很好啊。详细一点。详细一点。他有很多事情可以说，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在朴达峰打阻击的时候，他和常大有2个人带领2个排，阻击了每25师4个小时，为大部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我相信每25师的实力，你们也是知道的。我知道了，你还有没有要补充的？我会让他尽快从坑道回来配合你们。军长，兵团部的人来调查段显锋，他有什么问题啊？兵团想调他去兵团部当参谋，先过来摸摸底。已经发调令了吗？调令倒是还没来。你什么态度呀？我已经和来的人谈过了，也表了态。但是，您的态度很重要。我的态度？是啊。那您看，段参谋，您这哼的是啥呀？啥材料这么多？心情不错啊，段参谋，都唱上了，啊！我跟你说，兵团部的人可到军部去摸你的底了。我知道了。所以我得尽快把手头的工作做完，接下来还不知道去哪儿呢。希望是去前线吧。你真想去前线啊？当然，不然我来15军干什么？你找军长聊聊吧。哎，段参谋真要走了。段参谋，如果真有机会上前线的话，把我带上吧。你是军长的兵，又不是我的兵，我将来去哪儿还不知道呢。刚才您哼那歌挺好听的。军长，啊，车坏了，你上来，打着火试试。打不着。哎，这美国车呀，性能就是差，还是德国车好啊。哎，你不是美国通吗？你试试。
你小子啊，这不会是个美国？哎，熄火，多费油啊！这样，哎呀，这不愧是个美国通你啊！雕虫小技不值一提。以前有个美国教授跟我说过啊，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每一辆车，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一辆车，这话呀，在美国行得通，在中国就是个屁。1941年，在美国工人里边，人均工资啊，一个月114美元，2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一辆2手福特车呀。你想想，咱们中国的工人挣多少年工资能买上一辆车呀？收拾收拾。哎呀，美国人自大。哎，帽子。美国人老想让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觉得他是最对的，所以啊，段参谋，我得提醒你啊，这举例子啊要恰当。啊，你说车，很多人听不懂。你如果说像爱惜自己的茶缸、庄稼，像对庄稼、枪，哎，粮食，这大伙儿都听得懂。啊、是。说说你的事儿。我就是想留在15军，没别的其他事儿了。留在15军，兵团那边已经过来摸底，准备走调动流程了。调令可能很快就下来。我真的只想在前线待着，去兵团就更没机会上一线了。那你教教我怎么办？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就不这样愁眉苦脸来找您嘛。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留在15军火线上历练。我是明白啊，你自己为什么不把这种想法告诉兵团来的人？我现在可是在15军啊，他们管得着吗？再说了。军长还没发话，军长不讲纪律啊！水。要不你写一份请战书？早都写好了，就是一直没交。刘伯承院长在我来您这儿报道之前就跟我说过，一计抵万军，所以我就纠结，我是不是要待在您身边给您出谋划策更有意义？但其实您知道的，我更想上前线，所以就写了这个。首长好，你是老师，助教。分析得很细很具体，如果时间充足，我会写得更好。整个诺曼底登陆的战术，我会分析得更详细、更具体。你叫什么名字？段显峰。15军勤机委。今天我们先讲诺曼底登陆的步炮协同。最小的安全距离，指的是在步炮协同中，步兵和炮弹弹着点的最小距离，在美军中通常以0.1%的失能概率作为计算单位。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盟军把安全距离从0.1%调整到10%的失能标准，那就大大的缩短了安全距离。比方说，海军炮在正常情况下的安全距离是750米，但当我们把它调整为10%的失能范围以后，安全距离缩短到了321米，这样让登陆部队缩短了将近一半的暴露时间，大幅度的降低了伤亡。这美国佬的胆子也是够小的，那一个安全距离都得需要600-700米吗？这种距离，步兵冲锋怎么冲啊？刚冲出去一半，就被机枪压制了。我听说淮海战役打黄维兵团的时候，我们给大炮上了刺刀，直接把大炮拉到一线，采用直瞄射击的方式，定点消除了敌火力点。当时两军的距离只有100多米，是这样吗，秦军长？大炮上刺刀，那是相当实用。但是把炮当枪使用，我认为那不是真正的步炮协同。同志们，这都是打了20多年仗的了吧？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把大炮放到前线上上刺刀啊？这炮是要靠战士送上去的，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
我也渴望没有牺牲的胜利。咱们大部分的炮兵啊，都是初小毕业，如果距离远的话，那弹道就截不准。为了能提高准确度，我们只能把炮兵往前推。我认为一定有办法，既让炮兵在安全的位置，又让我们的炮弹落得准。炮兵观察员是炮的眼睛，如果我们让炮兵观察员和炮兵合作，用肉眼给炮兵修正落点，这样便能测出极限的安全距离。可照你这么说的话，炮兵观察员可是很危险的。是的，但是因人而异。段显峰，你打过仗吗？没有。秦军长，你已经接到赴朝作战的通知了。我想加入你们15军赴朝作战。你？在军政大学，我是军事第1名毕业。我参军是为了上战场，不是为了留在学校。在学校当老师，也是为祖国做贡献。祖国新生，我愿以命守护。这事儿这样办，你先到警卫连报道，就这样，就这样。刚才聊了半天车的事儿，你放心，我是老司机。你回头跟参谋再说一遍。好啊，秦军长，3兵团兵团部晚都向前报道。啊，段显峰的事。是。兵团的调令已经来了，调令已经发出了。这小子现在我已经给他派到警卫连去了，将来呢，我准备让他到1线战斗。当然，你们要是觉得不妥，我再把他叫回来。但是我要说一句啊。有什么历练比战场上更严格，让战士更成熟呢？军长，自私的首长们已经联名下达了战术反击命令。12军、39军还有68军，他们已经将这个反击目标汇报给了志司。12军对关代理系无名高地发起反击后，志司致电各军、各兵团和人民军总部，通报表扬，并转发了反击作战的经验。军长，我们的391高地反击战作战计划出来了。把这个错别字改过来，然后发给志司和兵团。是。孟建民，你小子给我听好了啊！391高地你必须给我拿下来。我在王副司令那是立了军令状了，执行任务这400个战士给我精挑细选，思想合格，纪律过硬。因为一个战士暴露，其他全完，明白吗？明白。高地拿不下来，你这个团长也不要干了，回家抱孩子去。是，保证完成任务。How long till you go back home? 2 weeks. How about you? Next week.
Fire reconnaissance 391 front line. 没事。Reload! Reload! Fire! Fire! See that?往那边，好。你们两个这边，先拿这个。好，走走。这是我们的战友邱少云，他是英雄，为了不暴露，活活被烧死的，一定要带他回去。
The Chinks are zooming around like bees and attacking us everywhere on the 180 kilometers long front line. Since September 18th, we've lost 42 tactical positions on the western, central, and eastern front. We need to end this with dignity. I completely agree with you. You need to end this in dignity. But I haven't received any recent battle plans yet. There will be. Look, you're nearing retirement. You need to have a dignified ending yourself, so I'll be waiting. Thank you, Commander. Sir? Chinese have one reinforced company on Hill 598 and one company on Hill 537 in Sniper Ridge. I believe if you concentrate our firepower, we can make a breach within 5 days. And then, sir? And then onward to the Western Mountain. I can lead the troops to attack Oseongsan. The elevation of Oseongsan is 1,051 meters. Even if we take Triangle Hill and Sniper Ridge, they are still both under the firepower of Oseongsan. The objectives here are neither Oseongsan nor the Western Mountain, but rather Pyongyang behind them. To get there, the best offensive route remains through the Western Mountain, entering the Pyongyang Valley, which is flat and wide enough for a mechanized troop to get through. The attack of Oseongsan is to draw the Chinese away from the Western Mountains so that we can breach through. Our armored troops can destroy all enemies' weapons and artillery. How would you convince the Chinese that our breaching point is at a Triangle Hill? I have a plan already. The Chinese are cunning. We need more to convince them. Please get me General Clark from the Tokyo headquarters. General. Please drill the 45 Division and 1st Cavalry Division for amphibious operations. 你们小心点，这是地图，不是柴火。为什么要钻到外头去啊？今天天气好，得出去晒晒，不然跟发霉场。军长，致司来电。驻自动南山批下来了？不是，致司说啊，美军驻扎在日本的第45师和在东京休整的其1师正在进行2栖登陆训练演习。另外，圆山附近也发现了美军的侦察船。 侦察机也明显的增加了对圆山港的出动频率。还说什么了？让我们密切关注武圣山对面敌人的动向。哎，彭总走之前叮嘱我呀，如果武圣山要是失守，那我们将无险可守。如果美军在圆山登陆的话，那他打我们武圣山无疑是最好的方案。 最新情报啊，美7师已经上来换防南朝鲜军了。你还记得48年吗？二野配合徐州打大仗，我们主攻郑州，为的是吸引孙元良来救。那美国人会不会也来这么一手呢？摆出一个要打武圣山的架势，其实是另有所图，不然美7师上来干什么？不排除这个可能啊。 现在致司也判断不了敌人的意图，无非是3条路。第一条，主力部队猛攻西方山、斗流峰，2个团侧侧翼迂回。第二条路，攻击我们和38军的结合部，打开缺口，用300辆战车掩护步兵侧翼进攻。最后一条路就是武圣山，这是最困难的。武圣山，山险路窄。 他们的坦克只能当大炮使，美国人会冒这个险吗？警卫连也别闲着，装勤。有，让段显峰带人去侦查一下。是。去哪儿侦查呀？前线。武圣山前线。是。接通市指挥部。 我是武圣山观察所，敌军有大量卡车向西南离开。重复，敌军有大量卡车向西南离开。编制有多大？看不清，烟尘遮挡了视线。哪条路离开的？从新修的后方公路。好，请继续观察。
哟，这地形图画的，我第一次看见画这么好的图。你们穿这么整齐的装备要去干什么呀？军长刚说让我们陪你去武圣山前线搞个侦察。陪我去侦察？那你们不站岗了？军长特批的，我枪法好，双旗手榴弹扔得准。你带上我俩，什么都不用干，光指挥就行了。我收拾东西。帮我拿去。走走。小心点。快点，马上马上。怎么了？好了好了。走。刚才埋地雷的时候我没听错吧？你还哼着歌？随便哼的。哼的什么歌呀？不就是一首送别吗？啊？段参谋，上次您唱那歌，能教我一下吗？那首歌叫《送别》，改天我教你唱首别的，咱们之间不能送别。你别笑，你快教教我那首歌。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不适合唱那首歌，谁送谁呀？都好好的。可是我就是喜欢送别这首歌。我教你唱首别的吧。我不要，我就想学这首。还挺执拗。快教教我。那我唱两句啊。说，报告，说，我们侦查发现，美军一个步兵营正在向西方山方向增援，车上都是全副武装的美军，还携带了大量的重装备，有可能要执行进攻任务。范弗里特一方面往西方山运兵，一方面往武圣山运炮弹，真假难辨啊！段参谋有什么想法，说说看。美军非常善于隐蔽作战意图。诺曼底登陆，
就是世界战争史上最大、最成功的战略骗局。当时理想的登陆点有2个，一个是诺曼底，一个是加莱地区。他们双方都很清楚，最理想的登陆点一定是加莱地区，因为诺曼底的海岸岸潮比较大，不利于海陆协同作战。美军呢，为了迷惑德军，他们虚构了一个美军第1集团军，还让英国的电影制片厂在加莱地区制造了假的军营、假的医院、假的坦克、大炮等各种假的武器和设施，甚至连巴顿将军还亲自去假的营地视察。美军就这样声东击西，骗过了德军，成功的在诺曼底登陆了。我们现在的武圣山和西方山就是当时的诺曼底和加莱地区。电影制片厂都帮着打仗了，这美国佬打的是富裕仗，不像咱们，中国军队一直打的都是穷酸的艰苦仗啊。但是越是这种艰苦仗，越逼着我们动脑子。你看红军时期，4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啊；抗日战争时期神头岭伏击战、百团大战，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3大战役，靠的是脑子。虽然我军比原来是富裕多了，但是动脑子这个传统不能丢啊。咱们得想个招儿。来，坐。我们得动动脑子，想个办法，让范弗里特出血。明白。诺曼底登陆不仅说明美军善于隐蔽作战意图，还体现了他们会隐蔽作战规模。他们会以你想象不到的规模，突然给你致命的一击。这次他们又虚又实，我认为他们正在酝酿一场大的行动。虚虚实实。我们呀，不管他们怎么调动兵力，怎么变化部署，我们在西方山、武圣山的兵力部署绝对不能变。我们一定要保证这2个重要的区域长时期经得住美军的强烈攻击。参谋长，这样啊，命令新上来的坦克营到上甘岭转转去，夹杂着汽车营，声势搞大点，越大越好。好。他实我虚，他虚我实。Chief, this is Moose. I have my eyes on Tank Battalion and vehicle comm. Roger. Tank Battalion and vehicle comm. Come in. The Chinks are making a move, sir. This soon? Frontline observation post reported a brigade of tanks are reinforcing to Triangle Hill. Tanks? You're reinforcing Triangle Hill with tanks? Yes, sir. What about the West Mountain? Any move there? Nothing. Nothing in the Western Hill. What do you think? Well, I believe it's their response to our trucks heading towards Western Mountains, making sure that we won't make a move on Triangle Hill. Yes. They want us to go on the Western Mountains, so they are flexing a muscle. This is good. Good? Wasn't our plan to feign an attack on Triangle Hill, but focus our main forces to attack Western Mountains? They didn't fall for our trap. How is that good, sir? The good thing is that now we have the initiative. So we shift our focus on Triangle Hill? No. Not entirely, at least. They are placing a muscle at Triangle Hill with tanks, which says that they are afraid that we will attack there. If we put our full might on attacking there, what will happen?
It's either they lose the hold of the position, or they draw their forces from the Western Mountains to reinforce. Sir? 回来了，军长。你车实在太快了，我玩了命的跑，还是没追上。喝点水吧。是，参谋长。好，这是我最担心的。西方山到武圣山之间是20公里的路程，这王鲁在警卫连体能算好的，跑了2个多小时，这还是在没有敌军飞机和大炮的干扰下。我在想，如果美军进攻武圣山，就算他们派出主力部队，我们也不能轻易相信他们的主攻方向就是武圣山。他们是机械化部队，用不了1个小时，主力部队可以迅速转移到西方山，那就麻烦了。我们这2条腿是跑不过他们的。美军的这一系列动作，迷惑性很强啊！他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判断不出他们的主攻方向在哪儿。范弗里特这个老狐狸，不愧是2战的名将啊！我管他名将不名将的，我就是要把防御的主力部队放在西方山。